在这个乱世灾年，现代维和特种兵秦启意外穿越到了大周边境，成了一个同名同姓的混混无赖。此时他那刚过门不久的美娇妻林若柔，正因为没借到米，被逼得坐在地上苦苦哀求。夫君，你还是用鞭子打柔儿吧，千万别用棍子，柔儿会被打死的。这次柔儿一定乖乖听话，去娘家借米，让夫君还清赌账。你不用去借米了，在家等着就行。夫君，不要啊！柔儿知错了，柔儿以后一定乖乖的。柔儿愿意在家给夫君当牛做马，夫君怎么打柔儿都可以，就是不要把柔儿送去那种地方啊！别怕，我只是出门弄些吃的。我说了，你在家待着。带我出去弄吃的回来，你让夫君好好尝尝你的手艺。在家时，你好好将身上擦拭一下，换身干净衣裳，等我回来就行。交代完，秦启拿上小刀和麻袋出门打猎。绝望的林若柔以为自己要被卖掉换粮，而另一边，秦启凭借维和特种兵的本领，在山上猎杀了一头几十斤的小野猪，满载而归，却在村口被几个眼红的村妇拦住了去路。老秦，你上哪儿弄的这头半大野猪？看着真是喜人。你们一家俩人也吃不完，不如给我们几家一人割点儿。大家都乡里亲邻的，你一个大男人不会舍不得这点肉吧？滚！想吃叫你们男人上山去打，山里跑的飞的游的多的是。没本事的就要点脸，我不欠你们的。谁准你死了？你现在是我秦启的女人，那你的命也是我秦启的。我不准你死，你怎么敢死？夫君，我……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行了，我先把这小野猪收拾了，顺道割点肉给你弄了吃。余下的明天赶早拿到县城卖了，换几钱银子。下次顺道再给你买件衣裳。夫君请用膳。站住！都吃饭了，你还跑哪里去？过来一起吃。跟我说话，柔儿能上桌吃饭。今日的饭食是夫君辛苦弄来，那你是不是得好好感谢一下夫君？多谢夫君。夫君还想要柔儿干什么，尽管吩咐便是。今日寻死让夫君不悦，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。夫君，柔儿可以吃糠咽菜当牛做马，但请夫君今晚不要再去赌场了，今晚留下来陪陪柔儿吧。次日一早，体会到被保护的林若柔彻底放下了防备，如同变了个人。只要夫君不丢下柔儿，柔儿一辈子都是夫君的。夫君多歇息一会儿，柔儿这就去给夫君烧水。你在家锁好门，我今天去县城把剩下的猪肉卖了，换点过冬的东西回来。秦启进城卖了猪肉，用换来的银钱买了一大堆生活物资。回家时，几个眼红的村妇还在门口阴阳怪气的讨要。秦启一把飞斧将他们吓退。想吃我家大米不干活可不行，正好入冬前我要修房子，叫你们家男人上山去给我砍树，1棵树1斤米。还有，以后别拉着我家柔柔，我嫌你们脏。赶走村民后，秦启把买来的布匹塞给林若柔，让她做冬衣。林若柔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，便去厨房用刚摘的蘑菇煮汤，谁知却惹得秦启勃然大怒。这蘑菇是有毒的，谁教你采的？是何粗粗带我采的，柔儿真的不知道有毒，柔儿绝不可能蓄意毒害夫君，柔儿该死。去把这几个毒蘑菇煮了。两人温存过后，端着煮好的毒蘑菇汤便去找何翠翠算账。刚一进门，做贼心虚的何翠翠就吓得浑身发抖。好你个毒妇，我本不想与你计较黄三的事，你却几次三番妄图加害于我，今日我必留你不得。解决了何翠翠这个毒妇，秦启把吓坏的林若柔扶回家休息，自己则在院里捣早起了制作弓箭的材料，准备再上山打几只大货。真有人去砍树啊！秦启用3斤白米换了3根好松木，准备盖房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用鹿角和鹿血泡了一坛壮阳酒，又让媳妇儿烤了一只肥兔子。这兔子烤得不错，这么多东西，得去借个牛车才行啊。
秦琪想到村长曹康家有牛车，便揣上钱出了门。刚到曹家门口，正好碰见村长夫人。曹夫人，我想借一下你们家的牛车，这是租金。你随我进屋说。大根啊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牛车我可以不要你的钱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，一切都好说。什么条件？我想让你帮我去取火。曹夫人请自重。秦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曹夫人。出了曹家大门，却碰见刚从田里回来的村长曹康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曹村长，我想借你家牛车用用，租金照付。哼，我家的牛车可是宝贝，你那点破钱我才看不上，除非你把鹿角全给我，不然免谈。好，好得很。秦琪懒得废话，转身直接回家，在院子里挑了根最粗的桑木，几下便劈成扁担。求人不如求己。若柔，你在家锁好门，我去就回。夫君早去早回，柔儿在家等你。回娘家之前，秦琪又带着野味去了一趟县城，没想到鹿肉和鹿角居然换了30多两银子。秦琪立刻买了一大堆生活物资，1头牛车，还有几10只小鸡仔。若柔，把这些鸡仔喂了。夫君，你太厉害了，我这就去喂。2天后，林若柔穿着做好的新衣服，秦琪驾着牛车带她回了娘家。刚进院子，丈母娘便激动地迎了上来。若柔，娘。秦琪下车后，默默将带来的一大堆水面肉类搬进院子。老丈人见状却吓了一跳，以为秦琪是来退婚的。贤婿，你要是缺什么尽管说，只要你好好跟我女儿过日子，老头子拼了命也给你弄到啊！爹，您想哪儿去了？这些都是夫君孝敬您的，外面那辆牛车也是夫君买的。不得了啊！贤婿，你太有出息了，老朽看错你了。席间，秦琪拿出自酿的鹿血酒，没曾想高度数烈酒直接把老丈人辣得满脸通红。这酒怎么这么烈？水，快拿水来！爹，我提醒过您了，这酒不仅能喝，还能当药使，能活血消肿。好酒啊！你小子还懂医术，老夫这身衣钵算是有传承人了。饭后，秦琪带着微醺的林若柔回村，刚进村就听见村东头乱作一团。怎么回事？野猪下山了，伤了好几个人。老秦，你杀野猪厉害，快去帮忙啊！还有这种好事？大荒之年，饥饿的野猪下山觅食，霸占了村长曹康的10几亩庄稼地。全村20几个长工汉子，硬是没有一个敢上前的。上啊！都给我上！把这些野猪嘎了，大家一起分肉。我曹康绝不多捞半分。是老秦，咱们小河村的猎神来了。秦大根，你还有脸来？一定是你杀了野猪仔引来寻仇的，全给我赔！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不介意等这群野猪啃完你的地再动手。英雄，求求你办件好事帮我除害吧！你要什么条件快说。手拿开，我跟你不熟。你别忘了，我手里有你的把柄，你敢对我动手？我的手！连猪不如。秦琪借机立威，大方地将野猪肉全部分给了帮忙的村民，成功收买人心。随后他带着妻子林若柔回家，可刚走到院外，就发现门上留作防备的树叶掉落了。柔儿，出事了，你躲在树后，千万别出声。哟，秦琪，这段日子好风光啊，牛车都置办上了。有钱了就把咱们几个好兄们给忘了。你那水灵的小娘子呢？之前你可是答应过，还不上赌债就把她送给我们抵债的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敢动我的女人？今天谁都别想活着乱刀走出这个院子！面对毒坊打手的围攻，秦琪没有丝毫慌乱，仅用一把卷刃的小斧头，在几秒内便将4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全部反杀。躲在树后的林若柔看呆了。夫君，莫非你是隐退江湖的杀手？你从小被杀手组织训练，厌倦了打打杀杀，才隐姓埋名？别瞎问。次日一早，他卖完野猪肉，满载而归，却看到妻子在院里苦等了一夜。
终于回来了。柔儿，你醒了，快看看这是什么！秦启带着巨款平安归来，林若柔喜极而泣。相比满屋的真金白银，她更在乎夫君的安危。柔儿只要夫君，要是你没子嗣被抓去充军了，柔儿怎么活？柔儿去求儿时的闺中秘巧，来给你做妾吧。傻柔儿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去把咱家抵押田地的当票找出来，过几日我就去把地赎回来，以后我让你做地主婆。这时，昨天帮忙杀野猪的4个青年提着土透铲找上门来，想要跟着秦启学打猎。秦哥，俺们想找你学点打猎的本事，日后也好有条活路。办事就免了，这几把弓算租给你们的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记住了，只能在林子外围打山鸡兔子，千万别进深山。送走几人后，秦启在他们带来的土特产里发现了几个大芋头，这在大荒之年可是亩产极高的救命神物。秦启大喜，立刻让妻子留下来，准备开春当做良种。秦哥救命啊！我二麻子不听劝，非要带我们进深山，遇到了房子那么大的大狗熊。人已经没救了，带回去安顿了吧。那头狗熊交给我来解决。为了消除隐患，次日一早，秦启全副武装进山寻熊。他在山林里一路追踪，狗熊没找到，却在深山沟堰里有了惊人的发现。一匹被野兽啃食过的死马，还有人的尸体。这装束居然是蛮人。秦启在山林中撞见企图往溪水中投毒的蛮族探姐，果断出手将其制服，并绑在缴获的马背上带下山。秦启刚进村，村长曹康立刻跑出来拦路找茬。秦大根，你个扫把星，你客死爹娘，又引野猪下山伤人，现在我以村长的名义将你逼出小河村，赶紧给我滚！怎么不让我当村民？难不成你想把村长让给我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杀人啦！秦大根，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赶走曹康后，秦启牵马离开。曹家兄弟看着秦启远去的背影，暗中盘算起报复的计划。哥，这小子太可恨了，这仇非报不可。他一会儿准要去县城领赏，我打不过他，还打不过他女人吗？好主意！待他走后，你就去把他那破草屋烧个干干净净。秦家小院内，林若柔正和同村的秋婶在院里煮野菜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前几天张叔摔断了腿，秋婶家也没粮了，咱们能不能拿些野菜送给叔婶报恩？傻丫头，这事儿你做主便是。谢谢夫君，谢谢夫君。有蛮子！秋婶别怕，这是我活捉的蛮人，已经打晕了，一会儿就去县衙领赏。至于这马，是我从山里捡来的野马。私留军马可是掉脑袋的重罪。七娃子，你听婶儿的，把这马儿的缰绳皮鞍取下来藏婶儿家，官府要是找上门，定不了你的罪。秦启将马匹藏在秋婶家后，带着活戳的蛮族探子到县衙领赏，却遭到了威武的张典史的怀疑。哼，是蛮子没错，但你可知通敌之罪如何处置？我不信你能抓住蛮子。若是连李班头都打不过，那20两赏银我断然不会给你。你真当我是为了区区20两银子来的？太弱了。漂亮，一招毙敌，果断狠辣。没想到这穷乡僻壤还有你这样的高手。我班房正好有个衙役空缺，你可有兴趣？妹夫，你快答应啊！当上衙役吃皇粮住进县城，那不比窝在村里好？多谢张典史好意，但我志不在此。秦启拿着签好字的文书领了赏钱赶回家，刚到门口就见耿二等人灰头土脸。秦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曹太这畜生想要抢走若柔姑娘，若不是秋婶死死护着，估计就让他得逞了。夫君，那个混蛋拿木棍打了秋婶好多下，吓死柔儿了。柔儿，进屋去，乖。这种场面不是你能看的。敢动我的家人，我废了你！秦启，
我曹康跟你没完！秦启回到家中，惊魂未定的林若柔深感自责，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丈夫。夫君，柔儿是不是一个累赘，老是给夫君惹麻烦？你是我的女人，谁敢欺负你，便是打我的脸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敢动我秦启的女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曹康要是敢报官，只会落得个纵地行凶的罪名。等我明日买下大量田地，这小河村的村长也该换人当了。安抚好妻子后，秦启根据同村猎户带回的线索，独自进山，在一个隐秘的洞穴里，发现了那只重伤蛮人探子的母老虎。母虎奄奄一息，身旁还护着2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虎崽。我念你替大周杀了蛮族探子是个功臣，今日不取你性命。你若将这2个孩子托付给我，待他们长大，我定带他们上战场，杀蛮人，替你报仇。母虎似懂人性，低吼一声后咽了气。秦启砍树，做了个简易拖车，将母虎尸身和2只虎崽一并拉回了家。夫君，你不会要在家里养老虎吧？还是2只？先养屋子里，他们要是敢拆家，你就狠狠揍。明天一早我就把这母虎拉去县城卖了，换了钱，咱们就去收全村的地契，当新小地主。秦启为了拿回村民的土地，四处走访收购当券。路过村北的一处破落院子时，一个神秘老头叫住了他：“你就是带领村民除野猪之患的秦启？”老先生，您这是？你要的东西老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这里是地契，还有一个锦囊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可轻易开启。老朽时日不多，待我归去之后，只劳烦你给我选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。敢问墓碑上，我该给老先生刻什么名讳？写菊梅居士就好，请回吧。凑齐了近100亩土地的当票后，秦启直奔县城唯一的恒祥典当铺赎回土地。可当铺伙计却动起了歪心思。行了，这些田地我全都要赎回，你算算总共多少钱？秦兄弟，你稍等，我帮你看看啊。你敢撕我当票？你们恒祥典当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？什么当票？我没看到啊！有人要闹事，快来人，给我把他轰出去！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好当好赎，你我相安无事。区区一个贱民，好大的口气，给我打！秦启夺过长棍，3两下便将打手轰出门外。巨大的动静瞬间引来了大批受过当铺欺压的百姓。秦启趁机爬上柜台，煽动民愤。诸位乡亲看好了，今日我上门赎当，他公然撕毁我的当票，如此黑商，坑人钱财，无异于害人性命，谁能甘心？我不甘心，我当的传家玉佩就被他们卖了，我娘留给我的嫁妆也被他们骗走了。今日我们就要自己讨回公道，给我走！打恒祥，抢宝楼！打恒祥，抢宝楼！拿走所有地契后，悄然撤退。为了将价值连城的虎骨卖个好价钱，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顺丰镖局。这位爷是要脱镖吗？嚯，这可是老虎不是？是老虎，不过县内卖不掉，只能拿到兴安城去碰碰运气。我这有事人走不开，想委托镖头代行。好家伙，这老虎可是您杀的！少年打虎英雄，失敬失敬！您快随我进门，我这就去请掌柜的跟总镖头。秦启来到顺丰镖局托运老虎，却撞见正在练武的镖局大小姐赵璇。赵璇见秦启一介农夫打扮，根本不信这大老虎是他打的。这大老虎真是你打的？万一是你偷抢的赃物，连累我们镖局怎么办？看招！我只是来脱镖的，没义务回答你这么多问题。玄儿，不得无礼！这位贵客身手不凡。我是总镖头赵明和，不知小女冒犯，还望海涵。爹，你还记得帮我比武招亲的事吗？只要他打得过我，我就嫁给他。胡闹！他一介乡野农夫，你日后可是要吃苦的。贵客可曾婚配？已婚，家中有娇妻一人。你看，
还是当妾？我赵明和的脸往哪儿搁？人！当妾怎么了？本姑娘能文能武，娶了我，整个镖局都是我的嫁妆。美倒是美，但美不能当饭吃，你得有用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就试试吧。好耶！我这就去拿家传宝弓，能拉开才有资格跟我比武。贵客，卖虎我们本该收1成佣金，也就是300两，但若您拉开宝弓证明实力，我们便只收100两。不必了。若我拉开宝弓打赢了你家小姐，多出那200两，就当礼金了。面对众人质疑，秦启毫不犹豫地挑战镖局那把无人能开的家传宝弓。此乃家传30角弓，非天生神力者绝不可开，你可要当心了。30角弓的确是个宝贝。秦启用顺丰镖局给的定金，把村里所有的劳力都招募过来起砖窑盖新房，气得村长曹康天天来监工看笑话。老爷，秦大根这几日不仅在起砖窑，还把家里的院子扩建了好几倍，又盖棚子又搭架子的。搭棚子？走，跟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马，这不是那真辽蛮子的军马吗？哎呦，快扶我起来，快跑！曹康惊惧之下，连滚带爬地跑进后山林子，脸上却露出阴险的笑容。好，好，好！秦大根，你竟敢私藏军马，这可是杀头重罪！看我明日就去县衙告发你！另一边，秦启正在砖窑前忙活，顺丰镖局的人浩浩荡荡地来了。这里，相公。赵姑娘，你可不能乱叫，要是被我家娇妻听见了，我可不好解释。娇妻？没事儿，带我去看看，我替你解释。贵客，您托我们的事儿办好了，那老虎共卖了3200两，扣除佣金和定金，这里是2930两，请查收。厉害，顺丰镖局办事果然牢靠。给我拿下！怎么平白无故的抓我？有人举报你私养军马，这可是杀头的罪过，我也不得不大义灭亲了。给我搜，务必把那匹军马搜出来！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要抓我家夫君？别慌，带那个东西来救我。县衙大堂上，县太爷京中木一拍，村长曹康作为人证跳了出来。老爷，小的在此。那日这贼子活捉蛮人时被我看见，我敢拿招子发誓，就是这匹军马。大人，此人武艺高强，1个月前还是个赌鬼，如今却陡然暴富，修墙务工。小的怀疑他就是劫持典当铺的主谋。罪犯秦氏，累罪加身，本宫高判，即刻监牢，明日斩首。且慢！县太爷，听我一句劝，此人你杀不得。张典史及时赶到，不仅救下了秦启，还揭穿了曹康的阴谋。金丝云帛，这难道是？此乃皇室专供之物，县太爷，这锦囊里的东西看了可是要灭九族的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哼！县太爷，请看那军马，秦启乃是养马奇才，何不让他为朝廷效力？本官命你即日起在小河村建造马场，畜草牧马。这曹康极贤害能，来人，拖下去杖责100，剥夺村长一职，由秦启替代。秦启则顺理成章当上了村长，还揽下了养300匹军马的肥差。这天，他正拉着大舅哥林凤在家里建火炕。妹夫，这火炕真有用，等弄好了你试试便知，保证整个冬天屋子里都是暖融融的。妹夫，你这养军马的差事要小心，南边黑水寨若是知道了，这么大一笔财富，他们不可能视而不见。多谢大舅哥提醒，看来我得早做打算了。秦启立刻召集人手，扩建猎手队囤积箭矢，防患于欲然。
不料没过几日，负责运送草料的顺丰镖局就出了事。怎么回事？赵总镖头和赵小姐呢？昨日镖队遭遇大狗熊袭击，总镖头身负重伤，短时间内无法出镖。这是您给的资金，悉数奉还。胡说八道！卸了草料，我这就跟你们回镖局看看。为了尽快拿回草料，也为了救治受伤的镖师们，秦启顾不得休息，只交代了几味药方给郎中，便带着赵玄骑马去猎杀那只伤人的大狗熊。上来！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会不会不太好？你先前叫我相公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害臊？现在倒扭捏起来了。谁扭捏了？本姑娘最大方了。你可报警了，一会儿要是跌下马去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来到狗熊出没的地方，秦启利用周围的树木制作了一个套索陷阱，准备来个请君入瓮。一会儿我去吸引那狗熊，你见他踏入陷阱，便立刻砍断绳索，困住他。大狗熊，看剑！就是现在，砍断绳索！糟了，糟了！臭狗熊，你可见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枪法？拿命来！秦启借着下坠的力道，一枪将大狗熊毙命，却把以为他必死无疑的赵玄吓得痛哭流涕。对不起，我差点害死你了，还好你没事。我的命都差点搭进去了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补偿？相公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怎么，相公都不能碰？再想碰本姑娘，就要等到成婚那日了。你要是等不及，就盼着早日开始比武招亲吧。还有，你最好别给我输。秦启带着狗熊尸体回到顺丰镖局，用自己提炼的大蒜素救活了重伤的赵明和后，他又火速赶回小河村找曹康算账。轰出去！给我轰出去！我不要看见他！曹康，你可想活命？你曹家所有田契地契都卖给我，我出这个数，500两银子。放屁，是50两。你家中财产现藏在何处？速速交代，省得你再受皮肉之苦。我说，我都说，你可别打了。这50两你拿好，这里就是我家了。我以村长之名，限你3日之内搬出小河村。如若不从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小河村附近匪患猖獗，秦启为了以后马场的安全，借顺丰镖局搭上了洛河山的线。天王盖地虎，天王盖地虎。秦启，我最威武。去你的！你逗我玩呢是吧？你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金银财宝，50两白银打底，多的算你们运气好。3日之内走这条路过，顶多带2个不顶用的家仆和一个老嬷嬷。原来是秦哥，日后我负责跟您接头，只要钱到位，您就是我们落火山的亲哥。花钱买通了落火山后，秦启提着食盒去看望菊梅居士，到了却发现老头已经死了。第二天，伤势大好的赵明和亲自登门道谢。赵明和特来感谢秦兄救命之恩。赵总镖头，你这称呼不合适吧？哈哈哈，秦兄弟见外了。就算玄儿日后入了你秦家的门，咱们俩也各论各的。你管我叫岳父，我管你叫兄弟。赵老爷请坐。找我还有什么事？听说你联系了落虎山，想必是已经料到马场草料将尽，必须南下过黑水寨的地盘。不知秦兄弟可有计策？
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。秦启拒绝了赵明和想要向洛洪山借兵的提议，而是要兵不血刃拿下黑水寨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怎么可能？我有一计啊！用火油，好巧妙的计策！咱们今晚就去灭了那黑水寨。赵总标主，你再帮我留意3样东西：硝石、硫磺和木炭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当晚，秦启带着民兵小队和镖局的人悄悄包围了黑水寨。你们3个虚渡过去，把他们的船戳几个洞，切记要戳在水位线之上，港口留着不能烧。时机已到，放油，点火吧！我天！快上船！船漏了！点火！救命啊！这边有生路，快跑！你给他们留的生路，实际上死路。高，实在是高。黑水寨全军覆没。第二天一早，秦启带人上山清剿残余。混账！我们无冤无仇，为何非要灭我全寨？因为你挡了我的路，因为我不灭了你，你迟早来灭了我，还因为你的人头值100两。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准备好了吗？我秦启要开始发力了。秦启来到春华楼寻找技艺高超的铁匠王大锤，却看到他正被心仪的青楼女子秋月赶出来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跟老娘说着情深意重，却要老娘自己出钱赎身，笑死老娘了。秋月姑娘，你说过只要攒够100两就跟我回家的，我全部家当都花你身上了，你怎么变脸了？那只怪你家当太少，滚滚滚！王大锤，我是来找你的。那感情好，快借我10两银子。听了王大锤被风尘女子欺骗的故事后，秦启霸气出手帮他讨回公道，又许诺帮他寻找青梅竹马。人我可以帮你找，但是你要随我回去。我给你提供一份差事，包吃包住还给钱，找到了人，我收你50两。如何？好，我随你回去。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随后，秦启掐算着时间，来到了曹康家附近。有没有看到秦启或者监视咱们的人？快点跑，出了村就安全了。这场好戏，我可不能错过。站住！好人饶命！我有钱，都给你们！李旦等人走后，一批流民找上了秦启。这位壮士，我们听顺丰镖局赵总镖主的话前来投奔，听说此地只缺人工，我们便想着混口饭吃。我手下兄弟都吃苦耐劳，只要村长给口饱饭就行。这东西若是能拆开，我包你日后每天吃得饱饱的。我知道了。好，明日开始，你负责批量造弓箭。村长，我呢？好，你给我建立一支村庄巡防队，每日操练起来。第二天午时，秦启孤身一人来到村口赴约。落虎山的李旦早已牵着一匹红马等候多时。秦哥，就你一人？他们都忙，带路吧。秦启骑马来到落虎山聚义厅，与大当家白起商谈剿灭蛮人营地的事宜。白起是个男扮女装的奇女子，举止头足间透着个极稳重的长者。三当家涂刚却是个脸上有疤的粗犷汉子。秦兄弟，我们在山里发现了一个蛮子营地，里面大约有200人，还有大量粮草兵器。我们落虎山吞不下，所以想请秦哥相助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事成之后，东西怎么分？我7，你们3。秦村长，消息是我们给的，这不合适吧？理应我们拿大头。你说的没错，但这件事没我办不成，所以你们不是在几成之间选，而是在没有和有之间选，明白吗？好，37分就37分。谈拢了分配方案，秦启便立刻回到小河村，准备作战物资。他不仅要招揽工匠，还要为手下的民兵打造最精良的装备。这是新安城五芳斋的糕点，你要喜欢就吃，不喜欢拉倒。比武招亲可有新安城的贵公子参加，你别以为有点拳脚就轻敌。
最好别给我输。这傻丫头。夫君，赵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落黄山那边有事。落华山发现了一个蛮子营地，里面物资丰厚，比黑水寨还要凶险不少。那夫君为何不叫上镖局的人？赵玄还太年轻，沉不住气。这事儿我自有安排。我要去准备点好东西。秦启设计的龟甲战车很快完工，他带着李旦去蛮子营地附近勘察，却发现这个营地处处透着古怪。这营地不对劲儿，你看，营地里囤积的粮食，这200来号人，怕是只能吃半个月。对呀，那其他的粮食去哪里了？若不是储存在地下，就是在别处藏了起来。你这几天带弟兄们在此地埋伏，若能看到他们外出取粮，我们就先把储存处一锅端。到时候，狠，够狠！回到村里，秦启闭门造车，研究出了针对蛮子营地的小型投石车。刚好赵明海也送来了秦启急需的一样东西。秦兄弟，你叮嘱我找的硝石有苗头了，这是在兴安城药铺找到的，量极少。我南下买草料时，可以再去盐区寻找，就是有点贵。柔儿，取300两来。赵老哥，这东西有多少我要多少，若是钱不够，草料可以少，记一切代价，但这玩意儿绝不能少。注意看，秦启刚造出黑火药，手下就闯下大祸。秦哥，果真如你所料，我们找到了蛮子储存粮草的地方，那边守卫不多，我已经派人拿下了。你是猪啊你！我是要断粮饿死他们，你这叫打草惊蛇。速回山寨，带上投石机和战车，即刻出发夜袭。为了补救，秦启一起连夜带兵在山顶架起投石机，准备给蛮子迎头痛击。卸任准备火攻。袁焕带龟甲战车把谷口彻底堵死，一个也别放跑。秦村长，我手下都是老胳膊老腿，不如就镇守后方。大战当头，没空废话，你负责外围侦察防偷袭。秦兄弟，眼看要打仗了，我干啥活？看到那些工头没？今日让他们尝尝什么叫屎到临头。先给我上火油！马上！不好了，粮草和水井被火油烧了！你不会一晚上都让我干这个吧？别吐了！谷口被那些怪异战车堵死了，跟我往山上冲杀出去！兄弟们，砍死这群！就这就是蛮子精锐，一个个全都不行！眼看蛮子溃不成军，秦启掏出大杀器，终结了战斗。消失吧！秦村长，这东西好大威力，不知能否让我瞧瞧？做好你自己的事。注意看，秦启带人夜袭蛮子营地，却意外挖出了一烫手山芋。这怪车威力真大，不知是什么木料。劝你别碰，碰一下断你一条手臂。嘿嘿，我就看看。秦哥，你快来看，我们在蛮子仓库里发现了大量大周军刀和牛皮甲，还有上等新米。这是朝廷的赈灾粮款，有人挪用军备资助蛮人，想借刀杀人，困死赤羽军。混账玩意儿！秦哥，咱们把这账簿交给赤羽军吧。你去，你算哪根葱？没找到军营就被暗杀了，传令下去，今日之事，谁敢泄露半个字，杀无赦！秦启压下惊天阴谋，带着战利品回到村里，又迎来了另一个好消息。秦兄弟，你看这是什么？3袋硝石，全给你弄来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批火药原料，我倒要看看蛮子还敢不敢嚣张。村长，不好了！落虎山的李头领出事了。秦哥，落虎山出事了，二当家跟盘龙岭的人里应外合反了。那个老匹夫翟自东，就你逃出来了。3当家带着大当家躲进了密室。秦哥，求你救救大当家，他日后必是你的一大助力。若能救他，我李旦愿肝脑涂地。话音刚落，李旦便昏死过去。
面对落虎山内乱，秦启究竟是救还是不救？落虎山爆发内乱，为了收服猛将屠刚，秦启决定带人杀回匪窝，救出被围困的大当家白起。秦启，这里杀得血流成河，翟自东那老匹夫肯定投靠了盘龙岭，咱们只有7个人，太冒险了。白起能受李旦拥戴，定有其过人之处，这把值得赌。众人潜入聚义厅，此时二当家谢任带着叛兵在搜寻密道入口，秦启直接带人破窗而入。秦启，你竟然敢回来送死，给我射杀他！将死之人是不需要说话的。你错在看到我来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跑，而是反抗。秦启开启密道，救出了受伤的大当家白起，并得知叛首翟自东正带人在出口埋伏。秦兄弟，翟自东手下还有10几名精锐，你还是随我从密道撤吧。他盯上了我的东西，就这一条，够他们10次了。屠刚，跟我去清理门户。出口石门缓缓打开，翟自东正志得一心地等着活捉白起。秦启，怎么是你？老匹夫，你比谢任聪明，第一反应是跑，可惜没用。撤，快撤！老匹夫翟自东正准备骑马逃命，却被秦启一箭射穿肩膀，栽倒在地。秦启，放过我！我知道一个能救你命的秘密。白起必须杀，否则日后必定牵连于你。你敢诓我？我没有，白起根本不是普通土匪，他有个装满秘密的宝箱，一命换一命，放了我！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让你多活几秒，已是我最大的仁慈。彻底清理门户后，秦启找来死忠于白起的李旦，盘问出了惊天内幕。秦哥，我李旦发誓日后为你马首是瞻。其实大当家是大周100年前灭掉的齐国皇族一众，他隐姓埋名当土匪，只是为了保命。隐姓埋名，所以做了个土匪，有点意思。收服了这批人马，秦启刚回到家，赵玄就气呼呼地找上了门。你去打仗，竟然不告诉我，是不是怕我拖后腿？你要是出事了，难道要我一辈子不嫁人吗？玄儿姐，你性子太急，只要乖乖听夫君的话，夫君出门自然会带着你。玄儿姑娘，你进来一下。面对骄蛮任性的赵玄，秦启决定用绝对的实力差距来镇住他。你以为你身手很绝？那你可知道你跟我的差距有多大？相公，为了彻底驯服骄蛮任性的赵玄，秦启决定蒙眼与他交手。有本事你蒙上眼打赢我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放心，你赢不了。看招！哇，你这是什么古怪招数？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刚才一瞬间，我有4次机会灭你，认栽吧。彻底镇住赵玄后，秦启深知乱世将至，必须加快筹备保命的底牌。村长，咱们村人手不够用了，要不去隔壁大河村招点人吧？大河村人丁兴旺，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过当务之急，得先去趟铁匠铺。村长，今晚就能开炉熔铁，开春前保准把这批兵器打完。破铜赖铁交给学徒打，你拿最好的官府铁刀给我熔了，打造这个龙鳞甲。此物太精妙了，我从未见过难度如此之高的护甲。村长，快给我看看其他的图纸。饭要一口之吃，打好这副龙鳞甲，这可是我们日后乱世保命的底牌。接下来是时候去会会白起那个齐国皇族一妹了。他若心怀鬼胎，我会让他见识见识我的手段。注意看，秦启决定试探一下齐国一脉白起，便故意问起了洛寒山叛乱的缘由。二当家想让我继续当土匪，但我屡次落榜后只想金盆洗手，他不满我改山寨规矩，这才反叛。那大当家日后作何打算？若秦兄弟不弃，白某愿留作幕僚，为秦兄弟排兵布阵。哦，既想当幕僚，你对如今青州局势有何独特见解？如今真辽人逼近兴安城，必是朝中有人想借刀杀神灭赤羽军。盘龙岭3日内必抢军马，我们只需等盘龙岭掠夺军马壮大后，再与他们联手，共取赤羽军性命，引发群匪效仿，再坐享其成，便可保住战马，支援赤羽军。不错，你这幕僚我收了。对了，我看你身边那个陈小梅不错，正好我手下有个兄弟尚未婚配，要不撮合一下？白起本想顺水推舟，却不料陈小梅一听就急了，
因为他早有婚约在身。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秦琪口中的这个汉子，正是失散多年的未婚夫铁匠王大锤。小梅，大锤哥，小梅，真的是你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秦琪顺水推舟，促成了一桩美事。3日后，王大筹与陈小梅的大婚在小河村热闹举行。这顿丰盛的婚宴不仅让小河村村民喜气洋洋，更让隔壁大河村的村民馋红了眼。秦村长，我们愿意折价，用大河村的田地换小河村的房产。好，拿大河村地契换小河村房产，多退少补，领米面肉。欢迎加入小河村，过个好年！秦村长立，以后生是小河村的人，死是小河村的鬼。只要手里拿捏了足够多的大河村地契，整个大河村迟早也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到时候2村合并建立新县，我就是这10里8乡的土皇帝。为了奖励忠心护主的手下，秦启大手一挥，直接拿出了工坊新造出来的第1件轻便皮甲。村长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受不起啊！底层兵丁若想活命，都得自己掏腰包买，您竟然赏给我！上次落虎山你有功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有了这身盔甲，下次你至少可以多挨2刀，为我多争取些时间。多谢村长赏赐，属下日后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就在这时，工坊管事荷花红着脸，悄悄递给了秦启一个布包。柔儿，快来看看夫君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，这可是夫君专门找人为你量身定做的。夫君，这东西是？此物名为内衣，是给你贴身穿的，快进屋去穿给夫君瞧瞧。哎呀，夫君你出去，你不能碰的，会染上霉运。瞎说，这是夫君设计的，让夫君来帮你穿。一番温存过后，秦启迎来了从县城回来的大舅哥林蹦，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妹夫，听说我妹子想给你介绍她从小的玩伴，那姑娘可是兴安城城守的女儿，2个哥哥还是赤羽军中郎将。你若能收了她做小妾，日后进赤羽军的路就铺好了。哦，城守的女儿，好大的来头，这小丫头怎么没跟我说清楚？听说你那闺中密友的身份可了不得，你先前怎么不说？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为了应对乱世，秦启决定在冬雪节前给自己打造防身神器。炉子里还有铁水吗？给我多注点这些小玩意儿。村长，你要打这小玩意儿交代一句就行了，亲自动手干嘛？这陶罐塞点铁珠钉子，能好使吗？当然好使，这东西好使就好使在你不知道它要怎么使。有了这个土雷防身，去兴安城我就放心多了。带着最新研制的土雷，秦启带林若柔来到了兴安城，却不料城中已经风声设立。今日刚来兴安城的，来访什么目的？如今城内风声紧，不准带兵器上街，安分点儿。冬雪节后速速回家。夫君，没想到前线战事如此紧张，我们要不比武招亲后就赶紧回去吧。别怕，有夫君在。比武招亲的擂台下已经人山人海。还睡？再过1个时辰，擂台比武就要开始了，你可真是一点都不急。那个红衣服的是赤羽军校尉陈喜，蓝衣服的是福尹二儿子王宗宪。你动手时可注意别伤着人家。规则是手擂3场便有资格跟小姐交手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胜过3场。比武招亲擂台上，赤羽军校尉陈喜嚣张跋扈，连胜2场后却遇到了杀神秦启。在擂台上还敢走神，今日我就叫你吃苦头！你废话真多。陈喜想借机偷袭，却不料正中秦启下怀。只见秦启闪电般出手，一击制敌。陈喜落败，台下的纨绔少爷王显宗忍不住了：“小子，你别怕，我下手一般不中你，看招！”我不怕啊。秦启，你给我认真点，用点手段都没关系。看来你对你相公的实力一无所知啊。被激怒的王显宗掏出暗器想要拼命，秦启眼神一冷，彻底动了杀机。拿命来！不自量力！我要杀了你！你
秦琪两战封神。就在无人感应战时，兴安城城守北平风带着城防军霸气登场。都给我散了！近日真辽人屡次袭扰，非必要不要出城。风叔叔，这是柔儿的夫君秦琪。原来是柔儿的夫君，好身手！哈哈哈！明日冬雪节记得带他来府上，正好指点指点我那2个不成器的奈子。危机解除，秦琪看着台上的赵玄，直接霸气的上前将他拦腰抱起。还打什么打？你打得过我吗？哇，没天理啊！随后便带着林若柔前往城首府会见她的闺蜜北庭雪。这北庭雪可是大有来头。柔儿的夫君，听闻你身手不错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下雪了，你猜真辽人会不会退兵？我有90%把握，他们会在益州扎营直到开春。何出此言？哼，此乃天机，你还不够格知道。我不够格，那你觉得谁够格？赤羽军头领凤玉兰凤将军，我这儿有赤羽军偏将的信物。江将军的匕首。柔儿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为了情报，竟然连婚姻都能搭上。这北庭雪的真实身份绝对不简单。就在这时，北庭雪的2个哥哥回来了。哈哈哈，就是那小子吧？哈哈哈哈！听说你把王显宗打得抱头痛哭，快让我瞧瞧！都给我站住！立刻带他去军营见凤将军。见凤将军啊！我们帮你引荐。在去军营的路上，这2个活宝哥哥还浑然不知，他们妹妹的这场婚事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惊天动地的秘密。注意看，在兴安城比武招亲擂台上，秦琪大显神威，随后便带着林若柔前往城首府会见她的闺蜜北庭雪。秦琪一眼看穿这北庭雪就是赤羽军统领凤玉玲，便故意来到军营大帐外，想当着偏将们的面揭穿她的伪装。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可是你们凤大将军未来的夫君啊！凤大将军未来的夫君，你放他进来！你刚才在北泉府可是答应做我的小妾了，现在你要说你是凤玉兰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小妾倒反天罡了，凤大将军成了个乡野村夫的小妾了。你在考验我？哈哈哈，好，这才是凤玉皇。试探完毕，秦琪抛出了重磅炸弹。真辽人为何能在益州稳如泰山？因为我青州境内早已遍布蛮人营地，他们在暗中囤积朝廷官粮。赤羽军来兴安城聚首，其实是掉进了圈套，成了瓮中之鳖。如此看来，这真是一个死局。不过，既然你带着账簿来找我，就一定有破解之法。条件，你尽管提。我不需要恩赏，你只要承认我是你的如意郎君就行。毕竟帮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。牛逼！看穿了北庭雪的真实身份后，秦琪决定再点破他心中的隐秘。陛下赐你凤玉兰的名号，是想将你打造成大周女将的精神符号。面具之下，北庭雪可以死，但凤玉兰必须永远活着，对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帝王权术罢了。好了，说正事。兴安城附近的盘龙岭飞土，他们抢了蛮子营地的物资，现在胆敢抢军马。你们赤羽军要做的，就是视而不见。视而不见，这岂不是纵容贼寇？这是以毒攻毒。等他们拔除了周围的蛮子营寨，壮大了声势，你们再出兵剿灭，不仅除了蛮子，还顺手平了匪患。好可怕的心计！传令下去，就按他说的办。若此计成真，我回朝必定向陛下为你讨赏。秦启的计谋折服了众人，在回北庭府的马车上，你一路盯着我干嘛？
你是因为我好看才想娶我的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么俗的人。俗不可厌，难道我就没有别的优点了吗？有，身材好。你给我闭嘴！三妹，秦兄弟这身手，你以后肯定欺负不了他。真没用，我来。给我坐下，先订婚约，订完你们把府拆了我都不管。好，婚约我同意，但我有约法3章：第一，不许公开关系；第二，我常年征战不能尽责别怪我；第三，非传唤不得来军营找我。我一条都不答应，咱们谁拳头大听谁的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真本事。我若是赢了，我也要约法3章。看剑！太慢了。这门婚事最终还是定了下来。既然婚约都定了，我又帮了你这么大个忙，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？搞定了兴安城的这桩婚事，秦启带着林若柔回到了小河村，准备迎娶另一位娇妻赵璇。送喜钱，接喜气，哈哈，迎新娘回新家喽！恭喜秦公子，百年好合！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秦启完成了迎亲仪式，终于迎来了洞房花烛夜。睡觉喽！第二天，为了扩充实力，秦启带着粮食来到了隔壁大河村。换粮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换，有力气的卖力气，有物件的换物件，田气地气，我也照收不误。秦村长，您行行好，俺不想女儿被逼着给黄村长那个老男人当小妾，求你收留她当个丫鬟吧。哪怕欠卖身契也行，只要能吃饱饭，有地方睡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好，你跟着我，卖身契我这就写。就在秦启用粮食大肆收买人心时，大河村村长黄大年带着家丁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干什么？聚众闹事吗？都给我散了，留下米粮，人赶紧滚！我看谁敢动一下！你是妖言惑众，我是县衙钦定的村长，你敢碰我试试？你是村长，我也是村长，那我动你总没事了。我要报官！我要报官！报官？你不好奇小河村前村长曹康人哪儿去了？你要是识相，马上收拾东西搬去县内，否则骆虎叔的肥土可是危险的很呀。我知道了，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走走走。村长，发现铁矿可是要上报朝廷的，私自开采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去找个替罪羊。你准备下，把这5000斤铁矿给我炼了。不用激我，办法有。盘龙岭2当家田龙好色，后天会去安康县春华楼。那不是秦启吗？他撩拨了我们凤大将军，居然还敢来逛窑子！急报，秦启在逛窑子！你小子要是背叛凤将军，我非修理你不可！江将军从安康县发来密报，飞鸽传书，难道出大事了？秦启在逛春华楼。秦启与白起潜入春华楼，意外撞破盘龙岭山匪密会。为了转移山匪注意力脱身，秦启心生一计。田龙带了这么多山匪头目，楼梯全被他们的人堵死了，咱们怎么办？陈兄，咱们发现的那条铁矿脉，必须趁着官府还没发现赶紧开采，卖到塔国绝对能狠狠赚上一笔。
咱们春华楼最新的花魁，有真辽人血统的异域大美人胡姬来啦！今日你田爷心情好，美人儿，你上来陪田爷喝上几杯，钱管够。哎呀，田爷别急嘛。诸位客官莫恼，胡姬将献上一舞，并在客官中随机选上一位幸运儿。一舞作罢，最后手指指向谁，幸运儿便是谁。好，好，好！既是幸运儿，那必定是我田爷。这位公子，看来您就是胡姬今晚的幸运儿了。你个混账玩意儿，敢跟老子抢女人！你！哼，这女人步法精妙，力道精准，摆明了是冲我来的，极品杀手。好，那我今天非得亲自会会她。混账玩意儿，本大爷的胡姬美人呢？她在里面没死了。去你的！给老子砍他！一群蠢货也配挡路？小子，交出账簿，我可留你一命！给我动手！凭你也配？一会儿你就知道这玩意儿的厉害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恐怖暗器？想咬牙服毒？先留你一条小命，去跟赤羽君慢慢交代吧。少废话，说，你们春华楼谁跟胡姬这批刺客接的头？是我透露的行踪，你害我失去荣华富贵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聒噪！白起跟涂刚人呢？秦启反杀刺客，查出线索，重返大帐。花酒喝完了？是啊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赤羽军中有细作，春华楼那一场是冲着账簿来的。是说我什么？你怎知不是你手下的人有问题？若是我的人，我应该丧命在小河村。只有你身边的人，才需要仔细调查。你不准备详细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我可是收到线报，你这顿花酒喝得很开心啊。怎么，你也想陪我喝点儿？我陪你？这里可是我赤羽军大帐。在我面前，你可不是什么大将军凤玉兰。傍晚，秦启刚回村，忽然有不速之客夜闯小院，被赵玄轻松擒获。你是黄大年的儿子？我没有想替我爹报仇，我发誓。怎么，喝了酒就敢上门来找我？相公，怎么办？雪儿，去把那2只小虎崽抱来。既然是老虎，野性可不能丢。救命啊！上！秦启一声令下，2只小老虎飞扑上去，林子里瞬间回荡起凄厉的惨叫声。哼，既然敢对我的女人起歹念，那就要有没命的觉悟。几日后，秦启在山里布置好埋伏，正要去曹宅探望刚接来的老丈人，却被李旦半路拦下。得知有官府马车入村，林太医，我小儿被一恶霸所伤，求四处求医无果，请您出手相救。此人下手竟如此狠辣，知府大人放心，老夫定当竭尽全力。王显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林爹，他就是相公比武招亲那日打伤的人。好啊，你儿子还要跟我女婿抢小妾，治不了，立刻给我抬出去！涂刚，宋可。
好女婿，你可算来了，你来做决定。秦先生，犬子与您也无大恩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一般计较。谁说我大人有大量了？看着躺在木板上的王显宗，差点也没忍住笑出声。搁这治病来了，还找我老丈人，你们可真会挑地方啊！爹，就是他，你打他，打他！孽子，还住口！还不快住口！秦先生能留你一条狗命，都是对你最大的怜悯了，气死本官了！只要秦先生肯松口，条件随便提，绝不吝啬。不知王知府可有办法，将我大小河村合并为一处，并称新河县？这需先上报朝廷，准许后才能建立县衙呀。村长，我有一计，无需朝廷派官，在此建立新河渡，河三为一，由知府将您直升为新疆禁卫。下禁卫无需批文，官服兵器本官自会安排。秦先生可满意？满意。不过令郎这病拖太久，我得亲自动手。啊！村长，不好了！爬龙岭山匪直接冲着咱们村来了！下次这种大事，先叫人通知我。走，去村口。赵玄、柔儿去通知村民回家避难。还不动手！还不动手，他们可就跑了！慌什么？不等了！他奶奶的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就现在，动手！箭雨齐发，战车冲出，一网打尽。装，还装！爷爷，好爷爷，我不装了！你盘龙岭这一趟，出来多少人？就我39人啊！不好，村长，那边后面还有近100人，天龙被当作诱饵了。一定是大当家带人来救我啦！没料到那大当家是个狠人。袁焕，转巷战。今天干他们的！在秦启布置下，山匪遭遇痛击，匪徒自乱阵脚，伤亡惨重。撤退！都给我撤退！弓箭手，给我往屋内射！差不多了，袁焕推进！都听到了，给我上！匪盗崩溃四散，秦启大获全胜。战后，秦启整顿装备以备后患。不错，不过你再加个插骚连接，加个底钉和支架，这样就能一人操控，两面盾牌防御箭矢覆盖。哎呀，绝妙啊，村长！我这就去弄100面出来。大山，你去砍些4、5米长带枝叶的竹子，顶部削尖，做长矛。2日后，白起招安归来，袁焕却带回惊天秘密。村长，那小子有问题。他每次游水都抱着个盒子，我偷偷看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竟然是玉玺。什么玩意儿？齐国的玉玺！快去把李旦给我叫来！村长，问出来了。盘龙岭如今整合了周围匪土，人数逼近400，而且据说大当家还在研究一种像大弓一样的武器。大型弓弩，看来是翟自东那老匹夫教的，无妨，只会力大专飞罢了。次日，两村合并新河县，秦启受封禁卫长实权。恭喜秦禁卫，知府大人有令，这新河县日后便由您掌管。五位当家的，眼下秦金玉掌管此地，大家还用担心生计吗？可是秦金玉，这严冬腊月无法捕鱼，我们这几百张嘴可怎么活呀？谁说冬天不能捕鱼？那是你们不懂敲冰震鱼之法。
秦启受破冰之法收服众匪，100人队伍兵发盘龙岭。那秦启带兵在山下安营扎寨，却不进攻，必定有诈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怕什么？优势在我！难道等他晚上夜袭吗？必须的！匪首抢攻，各自冲锋，正中秦启诱敌下怀。终于开打了！通知兄弟们，给我用力打，速战速决，一会儿好吃饭。塔顿狼轩顶前，弓箭手列阵守中军。狼轩准备，给我转他的！快去叫大当家，把那个大家伙请出来！到现在了，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一群蠢货，叫他们立马撤回来！现在轮到咱们的回合了。秦启架设投石机，大当家正借机夺权。你们莽撞行事，付出了代价。接下来所有人全听我指挥，可有异议？巨石天降，众匪吓得抱头乱窜。婆龙岭我已经拿下了，不过眼下真辽人才是大患。我已将证据送往皇都，陛下3日内必会切断真辽人粮草，届时是他们定会狗急跳墙，全力攻城。我要这个东西。没有，这东西现在我手里也没有，就算有也不适合你用。没有了，那我们拿什么抵挡真辽人的大军？不过，我手里还有更适合你的东西。你要什么条件才肯给我？要我做什么才肯帮赤羽军打败真辽人？东西可以给你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活着回来。都是要嫁人之妇了，别让为父多操心，懂吗？秦启见新河军携军旗赴赤羽大帐交差，真辽人骑兵众多，来去如风，你那有什么好东西能对付他们？此物名为铁蒺藜，专克骑兵，若用特殊方法处理，战马一旦沾上，7日内必亡。这么厉害！秦启，你要不要来我赤羽军当军师？想得美！除了铁蒺藜，我还能借你10台床弩。7日后来取，此物射程可达300步。300步？此物能不能不收回？我愿替你向圣上请愿，出千金购买图纸。不行，你若再打此物主意，那就不给了。解真辽之急，秦启回村商议招兵。这500人，周围几个村肯定凑不齐。不过往南有个流民聚集的墨营，那里有大量弩力，价格便宜，正是入手的上好时机。好，下午就出发，去找那个墨营。当晚落脚关驿，秦启意外得知当朝密文。当今圣上是篡位登基，据说12常侍之首陈大人曾夜观天象，说有影响大周气运之人横空出世，被圣上定为妖言惑众，逼其辞官。原来那老头就是陈大人，这锦囊哪里是救命宝物，简直是催命符！白起，此物关键时刻可保你一命，但切记不能打开，记住了吗？